在妈咪学习所有的一切，都对我日后的创业很有帮助。我的启动资金大约是150千左右，跟银行去贷款创业的。在这段空窗期，我就去做 Grab Driver 咯，去维持我的生计了。当时我就在想，有什么产品是他们来马来西亚是必买的，我们就想到，纳斯达玛口味哦。我讲的是真的花生跟真的江鱼仔，我们真的是拿去炸，然后再放进去这样子。我们跟 7-Eleven 联名推出了什么口味的薯片呢？因为透过这小包装的动作，开拓了很多新的市场。我是鼓励的每一位创业者都永远去往最坏的方面去想，机会到处都有啦。只要你产品有足够的辨识度跟独特性化，是可以做得到的。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Vincent，你能简单的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我是 Vincent Low， 目前正在经营着一家本地零食品牌叫 Canteen Lab。那我们主打是比较具有东方特色口味的零食，比如说咸蛋薯片啊、纳斯曼口味薯片啊、蛋贝 chips 等等。那你目前是可以在 Aeon、Gigrocer、米克斯、Famima 这些地方找到我们产品。这样 Vincent，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Canteen Lab 呢？我们是在2019年年尾开始创业的，那非常不好的timing，因为2020年就 MCO 了嘛。是。然后对了，不过很庆幸是我们就weather through这个 MCO period 了啦。所以到现在大概有五年左右。对，创业至今我们已经迈入了第5年了。对。这样 Vincent，其实创业之前你是做什么的呢？创业之前，其实我是在一家本地零食公司工作的，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就是妈咪 Monster 跟 Mr. Potato。对 ，OK， 对。然后我在那边待了6年时间吧。6年时间。对，6年时间。那 after that 就创业了。After that 我们就出来创业了。对，没有错。这样 Vincent，我很好奇了，说那当时你想说要出来创业的时候，为什么你会想到做薯片这一块呢？就是一开始就有刚才你提到的咸蛋或者是那些的麻这样口味嘛。我看是因为可能有几方面吧。第一是我本身也很爱吃，我很爱吃零食。对。然后第二也可能因为我从一开始毕业到现在，我都是在这个圈子打滚的。对，所以我对这个行业比较熟悉。华人有一句话，走上拜走熟个咯。对，所以既然是比较熟悉行业，我就尝试一下去试试看咯。那个时候你出来开始这个 Canteen Lab 的时候，你的启动资金大概多少呢？我的启动资金大约是150千左右。150千。是。这样那个资金从哪里来？还是你是富二代？我肯定不是富二代啦。富是可能是负债的富啦。为什么？是因为是这样子，可能大家普遍上啦，创业的道路上，可能一般上大家都会用他们的 savings， 去创业，或者是说跟他们的家人啊或亲朋戚友去借钱。我呢就比较特别一点，我是跟银行去贷款去创业的，而且是不止贷款1次，而且还是贷款2次。负债累累。对，富二代你讲的是没有错。其实那个时候你其实是你贷款，然后你是裸辞创业吗？对，我是裸辞创业。就你怎样 sustain 你的生活呢？其实可能大家不知道啦。其实在这从 between 我辞职到我创业的这段有一段空窗期的。那在这段空窗期我就去做 Grab Driver 咯。做 Grab， 去做 Grab Driver 去维持我的生计咯。对。Okay， 所以还是要去想办法。对啊，还是要想办法维持生活的啊。那时候因为空窗期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大概有差不多4到5个月左右吧。因为贷款要时间咯，第一咯，然后第二是你要物色一个比较适合你的生产的地方。我们是用店铺啦，那找很多地方 ，and then 你找到了要谈租金、谈价钱那一些，谈到来，你又要去找装修佬去帮你去装修你的整个地方了。对，装修那边可能也会吃大概你1个月的时间 ，so all in is about 4 to 5 months 这样子咯。对，所以当时候就没有想到，我相信没有一间公司会去请一个只能做4到5个月的一个员工啦，所以就想到倒不如去试试看做 Grab 咯。因为暂时还不能去走，东西还不能走的时候，先想一个其他方法先。对，然后做 Grab Driver 的好处就是时间上你可以自己调配，比较 flexible。像可能有时候我需要去店铺那边去看装修的进度，我可以随时去看。如果我是在 office 做工的话，那就比较
有困难啦，有难度啦。对 flexibility 也是很重要。对 ，flexibility 也是很重要。这样Vincent我很好奇了，其实我们看市场上有很多的零食品牌嘛，这样你要怎样去跟市场区分开来呢？市场上啊，我相信大家比较为人知道的品牌啦，可能是 Mr. Potato、Jack and Jill、Rota 这些品牌。那这些品牌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做的市场，他们 serve 的市场一般上都是比较走大众路线的。那走大众路线，它有什么共同点呢？第一就是它的味道必须是大众，必须是低成本的。第二是他们的价位一般上都是普遍是很低价位的。对。那我们就去想，我们就去做一个市场分析。好像在 mid to premium segment 这一块，好像没有什么大 player 进去。对对，所以我们就想，不如我们就试试看去做这一块咯。对。可是那个时候你不会担心吗？你不会担心有这些大品牌突然是你这一块市场会把你压垮这样子啊？肯定，你说不担心那是假的，因为毕竟大公司他们有的是资源嘛，他们有的是人脉，对，他们如果真的是打算进军的话，随时都可以打垮我们这些小品牌。不过跟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这么久以来几乎是没有什么大品牌啦，愿意去进入我们这一块，尤其是咸蛋薯片这一块。这也是我从我在妈咪的时候工作时候学习回来的。那一般上啦，这些大公司他们的生产设施，他们的 production 都是 allergen free。allergen 在华语就叫做敏感是吗？敏感，对对对对。所以这些公司，这些大品牌大公司，他们一般上啦，他们都有出口去海外市场，比如说你的欧洲国家，你的澳洲，你的美国。那这些国家呢，他们的人民呢，他们普遍上啦，他们的那个敏感的抗压性比较低，对很多食物敏感。对对对，比如说敏感的 list 啊，有分几样啦，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那就是鱼类咯，蛋、cheese、花生，这等等几个啦。那你要知道 the rest of it， 你们可以问一下 Google 先生。对，所以他们为了迎合这些市场啦，他们就尽量在他们的产品啦不 include 这些 ingredients 在里面啦。对对对，所以就造就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做这一块，可以安心的，比较没有压力的去 grow 这一块咯。对，因为如果大品牌他们要做的话，要做比如说叫做咸蛋啦来说，咸蛋就是一个 allergen 嘛，一个敏感的东西，敏感的食材。那他们有两个方法可以走，要么就是他们特地去盖一个新的工厂，起一个新的生产线，就是为了做这个东西啊。对，要么就是你去收购一个现有的品牌，在市场上现有的品牌。对对，这对他们来说，比较吃力不讨好啦。对，所以就造就了我们这些小品牌，对，可以有一个优势，可以慢慢的去 grow 咯，去 grow 这个 category 这样子啦。同时，消费者也可以去 try 到不同的 flavor， 是，就市场上他们不做的那些口味啊。对对对，因为市场上大品牌他们一般上做的口味，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都是一些比较我们讲 generic 的口味，tomato 番茄味咯。BBQ 味 hot and spicy sour cream onion， 这都是比较在我的 opinion 里的认知里，他们是比较偏西方口味的。那东方口味在市场上就比较少，所以我就想会不会有这个缺口，我们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子咯。So that's why 我们就专打这一块了。确实，其实市场虽然是不同品牌，看起来口味都差不多一样，是，对。可是Vincent，我真的是很好奇啊，那些那么口味，你是怎样想到这个口味出来？就它有一点特别，可是来的又有点亲切感。这样你开始做这个 flavor， come up 这个 flavor 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挑战呢？那为什么我们会做这哪什么口味啦？有几个原因呢？那第一点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启发于我们的邻国Irving OK， 所以大家都知道嘛，咸蛋这个风潮是从新加坡带进来马来西亚的 OK， 所以我相信大家啦，如果你们有去新加坡的话，旅客都好，
其中一个 must buy 的东西肯定就是咸蛋薯片或者是咸蛋相关的零食产品。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新加坡有咸蛋薯片的，有咸蛋鱼皮哦。这样马来西亚如果有旅客来马来西亚的话，除了你的那些白咖啡啊，除了你的榴莲以外啊，有没有什么产品是可以代表马来西亚的？有什么产品是他们来马来西亚是可以必买的？ So that's why 我们就想到nasi lemak 口味哦，因为毕竟 nasi lemak 在国际啊也是比较有知名度嘛。第一个，大家普遍的认知就是 nasi lemak 就是马来西亚的国民美食，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对，所以就想要做这一块咯。然后跟普通的零食比较不一样，是因为通常零食啊，尤其是薯片啊，他们就是薯片炸了过后，然后就是去裹上一层调味粉，拿去做包装，这样就完事了。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要怎么样去区别我们自己啊 from the competition？ 那我们就想到，不如我们就大胆一点，我们就加入一些材料进去 condiments。那我们加了什么进去？就是比如说，一般上你会在 nasi lemak 里面找到的东西，比如说江鱼仔，比如说花生。我讲的是真的花生跟真的江鱼仔，我们真的是买了拿去炸，然后再放进去这样子。对，一来是有区别性了，二来是可以增添那口味，然后第三是我们也想提供我们的 customer 一个比较全面的 nasi lemak 的 experience 咯。就不只是调味粉，就有点像你吃我们讲快熟面，它可能有一些菜啊，有一些是这样子的一些 condiments， 然后也提供消费者不同的口感哦，因为薯片的口感也不一样，那江鱼仔的口感跟花生口感也不一样，所以你的口感是分很多层次的。对，这个 idea 确实是不错，因为你来马来西亚，你没有可能拿nasi lemak回去，可能臭酸了。就是啊，所以想到可不可以往这方面去发展，也比较去好推给我们的旅客，这样子有一个卖点至少有一个卖点然后平时我也是有看到就是你们的薯片有一些不确定有没有这样对，就是好像有 7-Eleven 啊，还是 Tea Life 也是有看过，这样一个联名的合作，还是这样一个合作方式？是我们是有跟 Tea Life 跟 7-Eleven 合作过。那我们第一次跟 Tea Life 的合作呢，是在2021年的时候。然后在2022年，就是1年过后，我们跟 7-Eleven 也联名推出这个nasi lemak口味的薯片So Tea Life 的话呢，是我们整个设计包装呢，都是我们跟 Tea Life 一起去想出来的。然后它的这个产品呢，就只是独家只在 Tea Life 的实体店卖的，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OK， 是。然后1年过后 7-Eleven 相同的做法。整个包装设计都是我们跟 7-Eleven 一起去构思的，去想出来的。然后呢，整个包装、整个产品呢，都只是独家在 7-Eleven 那边卖而已咯。就是有一些本地的一些可能零售也是，还是其他的品牌，他们如果想要带入一些本土的一些品味是本土风情这样子就可以跟你们去一个配合了。对，因为当时nasi lemak这个 concept 在马来西亚还蛮新的一下，是还蛮新，就是至少在我的认知里，好像没有什么品牌做过nasi lemak口味的零食或者是薯片。对，我第一次看到有点惊艳的感觉。对，然后大家也没有尝试，就是把这些加入一些材料进去。对，就是好像江鱼仔或花生里面，我们应该算是第一家吧，有做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可能当时候，当然味道应该是接受度还蛮不错一下了。所以当时候就大家可能就是想到蛮不错的 concept 也蛮创新，大家就想要试试看这样子所以我也是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跟 Tea Life 跟 7-Eleven 一起合作，因为毕竟当时候我们还是个小品牌，没有什么知名度，然后我们就可以借用他们的平台的知名度来提高我们品牌的知名度，这样子咯。一种双赢的感觉。对，双赢的感觉了。然后就是因为有这2个的合作之后呢，就你出去谈生意的时候你也比较好谈，因为可能大家不认识我 Canteen Lab， 不过大家肯定会认识 Tea Life， 大家肯定会认识 7-Eleven， 所以当你出去
跟你的消费者或潜在顾客去做 pitching 或 presentation 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会比较有说服力这样子了。是，毕竟大品牌他们已经 approve 过跟你的合作方式，而且是放心的。对对，so 我相信大品牌他们也只会跟一些stable 啊的公司一起合作，所以这会大大的增加我们潜在顾客的信心啊，来跟我们合作这样子的。这样意思，我想了解一下，你方便透露一下，说你们目前一个月业绩大概会去到多少吗？我们有试过曾经1个月啦，最高业绩达到差不多400千左右了。我们像是这样子，我们有2个 size，可能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产品啊，我们是2个 size， 一个是40 gram 的，价位会比较是入门级，比较方便大家，就是没有试过我们产品的，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咯。对，然后也不会比较不会心痛啦。对对，万一踩雷的话不会太心痛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大包装的，就是100克，然后零售价大概在15块以内。这个 size 产品呢，都只会在超级市场，比如说 Jaya Grocer 啊 Aeon 卖。那小包装的话呢，一般上我们都会在一些便利店，比如说 7-Eleven 啊 Bila-Bila Mart 啊 E-Mart 啊这些地方卖啦，因为一般上那边的购买力都是budget 啦，不会说像在超级市场那边的 budget 咯。说这个小包其实就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小包的为什么会出小包，是因为当时候我们原先是出大包的。OK， 在我们还没有推出我们的产品之前，当时候咸蛋薯片还是很流行在马来西亚。then 可是大家就是想要赚快钱咯，明白吗？然后大家就是可能就是要谋取暴利，可能一包咸蛋薯片卖着零售价20-30块零几。对，我就在想，就是你卖这20-30块的话，当然你为了新鲜感你会去买，可是长期来说，真的是有哪一个人真是有这样子的 budget， 每个礼拜去花个20-30块去买你的零食？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们可不可以做的小包一点，然后我们就良心点，不要赚那么多，就提供给消费者一个比较可以负担的一个价位。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到，出15块令吉以内的咸蛋薯片，那我们是第一家啦，那是在2019年咯。然后在2021年 OK， 我们就该进的市场，那时候超级市场我们进了，然后我们就会去做一个反思，就是首先 Selangor、KL 他们是有这样子的消费能力，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如果我们要进军2-3线城市的话，比如说槟城，比如说 Johor， 比如说马六甲等等地方，他们真的是会愿意去花一个15块钱在一个新的品牌嘛？我对这个有所保留了OK， 因为毕竟品牌也蛮新嘛。当时我们也没有去投资很多的 marketing 去做品牌，对，我们一般都是去铺市场先。所以当时就想 OK， 没关系，我们可不可以去做一个比较小包的，然后价钱也是比较亲民的，来算是一个 sampling pack 啦，给我们消费者去 try 一下。那如果你 try 到了，你喜欢了，那你再考虑你要不要买大包还是小包。然后也因为我们的一大部分的消费者其实是我们的马来同胞。咸蛋其实我的认知里是一个华人的一种东西啦，我们马来同胞会比较少吃。不过很意外的是，其实马来同胞他们都很喜欢吃咸蛋薯片，只不过我相信是因为可能价位的关系，导致到他们不能够很频繁的去购买，所以我们就想到做一个小包装的价钱亲民的包装产品来推给他们咯。然后 this proved to be a very successful strategy for us 因为透过这小包装的动作，我们就可以开拓了很多新的市场，这样子啦。就更多人有机会去 try 对，就更加多有机会去 try 这样子咯。就本来鱿鱼可以 try 一下啦。是。不过刚才你提到很 surprising 就是原本以为是好像认知上华人吃了吗？没有想到有族同胞其实他们很喜欢。对对对，这也是让我蛮意外一个东西的。因为我其实在我还没有开始去拓展给这些 offline 的一些超级市场之前，我也是走那些市集的，在市集买的。OK。对对对，我相信大家创业都是从那边开始的。对对，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我们做市集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直接的跟你的
消费者对接到，你知道谁买你的产品，你知道哪一个年龄层买产品 ，feedback 也可以很 live 的知道，对，因为我们会做 provide 试吃嘛，说产品好不好吃，会不会太咸，会不会太辣，大家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你反应，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些调整这样子咯，对，所以在我们做市集的那段时间，其实跟我们买产品的人啊，其实大部分啊都是我们的有族同胞。对，所以就让我们觉得很意外。那个时候就发现到，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决定 from 主攻华人市场，我们现在就开拓给全部人。我觉得有族同胞，他们比较好的一点是，他们对于新品牌啊，而且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他们很 supportive 啊。很 supportive。对，我们可能华人，你喜欢吃，他就问你，老板可以扣多一点吗？买3包有多扣多少嘛？是这是华人啦 ，OK。我是有发现到以前呢，以前的时候我在看嘛，我有一天就坐在 Subway 前面就观察，了解一下。我发现华人进去有很多是叫比较对吧低端的，或者是比较 soft 的，没有冒犯的意思，就事实就是这样子的。对。而有族同胞去，他就点。他想吃什么他就点什么，对，完全不会被我们这种华人比较局限的。我们会想说，今天budget有限，或者吃一点也是可以吃得饱，又 OK 好吃。对，有族同胞他们真是他喜欢什么，他 willing to try， 好像你刚才提到。对，所以我们遇到的情况就是，可能我们遇到一些我们的华人消费者，他们喜欢吃，本来他就问你咯，老板，我买2-3包的话，可以给我扣多一点吗？不多的话，他就可能考虑不要买那么多咯。可是有族同胞就不一样，他喜欢吃，你 persuade 他讲，boss boleh tolong beli 2 paket lagi tak support sikit lah，他们很爽快的，OK boleh，也不会跟你讨价还价，就直接跟你买了。对，所以我就觉得有族这一派，他们真的是对于新品牌啊，或者是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他们都很 supportive。是 sometimes 我们在刚才云生提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创业的想法，或者说我们 planning 是这样吧。meanwhile 我们要去注意到可能有一些小小的一些 sign，一些这样子症状，我们看不是症状就是一些观察到一些迹象。对，要回去就要去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换一下我们的 strategy， 这个也是很好。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更多在于创业的部分呢。所以平时我想看比如我们现在在很多听众，他们也是会在可能打算要创业。这样对于创业的年轻人，其实你会建议他们先去打工几年，还是毕业过就马上就去创业？好像你当初你是先去在妈咪那边工作了5-6年的时间嘛，这样你的建议会是怎样给年轻人？我觉得这个对于你的问题啊，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其实2个方案都是可行的。可是如果你问我自己的话，从我这角度来说，我会鼓励大家去打工先，然后再去创业。那为什么？因为透过打工你可以去累积几样东西。第一是你可以累积经验，第二你是可以累积你的人脉，第三你可以累积你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第四是你可以累积你的启动资金，第五你可以累积你的知识。所以当你有些这5样要素过后，我觉得你再去创业的话，你会少走很多冤枉路咯。你不要知道你的 target 在哪里，你的 strategy 要怎么做。对，就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会比较好啦，对于我而言啦。对，而且你想下，你去打工的话，是人家给钱去教会你东西的。所以要把握机会，对啊。如果你是创业的话，你是在交这学费，去学东西，自己交学费自己学。对，你去打工是人家还要给你钱去学东西，还要去累积人脉那些。是换一个角度看。对，你要换个角度来看一下咯。假如说他们呢？假如听众他们已经出来工作几年了，他 OK 现在打算要创业了，这样他们在裸辞创业之前，有哪一些东西他们要先去搞清楚吗？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啊！我每次都一直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那我可以总结是在你要去往这创业的路上的时候，你要问自己3个问题啦。第一是为什么你要创业？你是为了兴趣的创业，还是你是为了想要赚钱而创业？还是 for other reasons？ 我相信这一点
必须要自己很清楚的知道啦。OK， 第二是大家都知道啊，创业是一个很漫长的路。OK，so 可能你必须对你的生活习惯要有所调整。OK， 可能你需要取舍很多东西，你需要牺牲你的时间，或者是需要牺牲你跟你的家人啊的相处的时间，跟你另一半的相处时间。你可能需要在可能你之前你很喜欢吃东西，你很喜欢到处去走，可是你创业过后，这些东西你都需要去牺牲掉了的。所以你需要问你自己，to what extent are you willing to sacrifice? How committed are you to this business? 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是你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要为自己做一个最坏的情况的打算。万一 business fail 的话，怎么样？你可以承受得了吗？那个打击。然后，万一你真的是 fail 的话，你是否有这个勇气可以再重新开始，或者是你直接回到 office， 回到 corporate world 再去工作？我觉得这是我在创业的时候啊，我问我自己的3大问题啊。就是也不要去想象的太过美好，同对，时也要现实一点问自己一下，这样说 What if 真的是 worst case 的话，是自己是不是能够去承担？对，我觉得我是鼓励的每一位创业者的，当你在创业的时候，都永远去往最坏的方面去想，永远不要去往最好的方面去想，因为这种案例啦，可以发生的案例啊，10个可能就有1个不了。大多数的案例，创业者他们都是会 struggle 一下子的，对，所以我会鼓励，就是说你想要去创业的话，你需要做一个最坏情况，然后你要问你自己，到底是否可以承担得了这最坏情况。If the answer is no， 或者是你犹豫不决的话，那或许你需要考虑一下，到底创业这条路啊，到底适不适合你啦。这个很好。这边是如果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有一些想法，有一个 idea 想要去创业，但他还不确定讲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市场啊嘛？是。这样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他们可以这样快速的去 test 看他的产品啊，是不是有这个市场需求呢？我就分享我的例子了哈。so 正当我有这个 idea， 我想要做这咸蛋薯片的时候，第一是你需要在家里，你要先做那产品出来先哦。OK， 你要先试了先，味道是你要自己觉得是好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当你觉得好吃了过后，你就可以开始去问你的亲朋戚友啊、你的家人啊，去给他们去做这个试吃，拿一些 feedback。看他们的反应，看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的接受度如何。对，那如果是说产品接受度不是说很好的话，可能你 you have to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再去做一些调整。那如果是说 OK 了还不错的话 then 你再去 proceed 咯。第3步就是可能你可以如果你是做产品的话啦，比如说我们做零食的话，第3步就是你可以去市集去卖。对，那边你一定可以得到最 direct 的 feedback。好不好吃很容易知道吗？好吃肯定会有人来买，不好吃可能销量就没那么好咯。可能可以给他们一些 sample。是那个对，而且呢也不要低成本啊，因为市集始终低成本嘛，你不用花太多钱。假设是说，所以当你还来得及转弯，你还来得及做一些调整啊，我是这样觉得啦。对，我的情况就是有点不一样。我就太过冲太快了，之前太过有信心了，所以包装纸啊、机器啊，全部都投资进去了的。对，投资了过后才发现，因为你知道你在厨房做，跟你做一个大量的生产，其实会有些差别的，整个 process flow 整个生产流程会有差别的。对，那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我不好一点，就是我们对自己太有信心，就认为说在厨房做东西照搬进去给那工厂做就 OK 了，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很多调整需要去做。所以当我们在创业的时候，其实我们奔了蛮多钱下了，我们做很多产品，可能烹饪的时间，因为我们是用真的咸蛋黄去做，我们不是用调味粉的。所以当你做，比如说你煮一个100 gram 的咸蛋，跟你煮个10 kg 100 kg 咸蛋，烹饪时间、温度掌握全部都是不一样的。
可能你100g 的咸蛋，你可能开大火，你用铁锅开大火煮个2-3分钟就好了。可是你煮10kg，你煮100kg咸蛋，你不能开大火，然后煮2-3分钟就好嘛，因为量的关系嘛，对，所以这当中你需要有很多的 try and error 咯。然后当时我们也烧了很多钱啊。是个蛮痛苦的一个经历来的，是。OK， 这样那个算是你踩的第一个坑。对，那个是我踩的第一坑咯。所以当时候我们还很有信心，就是做了第一批直接做包装，然后做了包装过后，我们就拿给我们的朋友咯，或是拿给网红去做试吃咯，去做宣传嘛。然后一开怎么一开起来那么油的？第一点很油，第二点是怎么那个薯片漏风了的哦，那我们就惨了咯，就回去咯，就将来产品收回来，然后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一直在调整。我们是用机器嘛，那时候我们就去做温度一个调整，看一下这个温度这个时间可以吗？不能再做温度这个时间可以吗？我很清楚的记得是当时候啦，我在工厂里一个人待了2晚，就是为了要测试出那个 idea 的温度烹饪的温度跟那个烹饪的时间长度，对。So 然后很特别的是，因为我在晚上我一个人嘛，然后一个人，然后你会听到很多很奇奇怪怪的声音，你知道吗？是，那时候你就要装下自己胆，然后讲不要去想，focus on 工作，focus， 然后你就心讲不要来干扰我，真是只是要找到那个温度啊。对，不要来这样子对我，对。我想起来啊，就当然度过的时候是很痛苦，我看回去的时候，是很真实的，就是每一个细节都是自己去找出那个答案。真的是不简单啊，对。但明生刚才你有提到，就是你在妈咪工作了5-6年，然后才出来创业嘛？对。像其实明生你在妈咪的那段时间啊，你有学到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对你后来创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吗？我觉得啦，我在妈咪学习所有的一切，都对我日后的创业很有帮助。不过，我觉得妈咪给我最大的一个成长的学习过程是，它给我的曝光率。曝光率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可能大家你一毕业啊，你进一间公司，你就专注做一样东西。比如说我读 business， 他们就安排我去做 business 去做销售。我读 marketing， 我就只专的去研究 marketing 这一块。我做 production， 我就只会在 production 工厂里面待，我不会接触到其他的领域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妈咪，我也是其实很感恩的妈咪啊，因为她给了我一个平台，她也很愿意的去栽培有年轻有干劲的年轻人，所以她就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尝试不同东西。所以在这6年当中呢，我辗转了不同的部门，我做过我的第一个部门就其实做 export sales 的。对，这边待了差不多1年半左右，然后在 after that 我就去了这个一个新的部门叫做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基本上在这边我们就是要学习去如何去看那些monthly report， 我们要去学习怎么做 report 这样子啦。然后过后呢，我就转去做这个product development R&D 了。对，那时候我就需要很紧密的跟 R&D 啊，需要跟我们的工厂的人啊很紧密合作。透过这几年的辗转不同的部门，我就累积了很多经验咯。就我这边也学一点，那边也学一点。所以当我出来工作，当我出来创业的时候啊，我比较不会恐惧咯。因为可能如果比如说我只是会做 sales，我会做 sales， 我可能有 sales 的 connection，OK，but 谁来负责做生产？谁来做 quality control？ 谁来帮你去做这个产品的研发啊？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他真的是给到我一个很好的曝光率咯，来让我在未来的以后的创业路上就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了。对，而且你看，我跟 R&D 合作，我可以拿 supply contact 的吗？我跟生产工作，
我知道我可以跟哪个 machine supplier 拿机器的吗？So 你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OK 这个材料应该是什么价位 cost 应该是多少的，你就不担心被他砍了咯。如果你是一个你在这方面是没有经验的，你去买东西 supplier 讲什么就是什么，你根本都不懂这价钱是好还是不好嘛，对不对？ So 有可能就是你需要走很多冤枉路才去学习咯。对，那因为我在妈咪那边我有过这个曝光率，有这个平台，所以我大概知道这 costing 是什么价位，不要在楼顶摸，不可能的对，就没有讲会被骗呢。对，比较容易没那么被骗大致上心里有数啊，知道东西怎样去 plan 这样。对，然后你会知道如何去做 planning 这样子咯。Vincent，有些听众可能他们也是有一些想法，想要进入 FMCG 快消品或者是零食或者是零售食品行业。这样子对于这些想要进入这一行的人来说，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我是这样认为的，行行都出状元的，每个行业都是可以出人头地一天。不过你问我就以这个快消品的行业来说，我觉得可能是有3个要点你必须要留意一下咯。第一是 whether 这产品它 scalable not， 它可以做大吗？还是说它是一个夕阳的行业来的？比如说夕阳行业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的 CD 啊 cassette 啊，我们这就是夕阳行业咯。对，第一点就是它 whether 它可以 scale 没有 not just in Malaysia but beyond Malaysia， 冲出海外也是 OK。 第二点是它是否可持续的去发展，可否长期的去发展下去。可能有些行业做一下几年过后风头没有了就不能做，比如说可能在一些 F&B 之前风魔一时的，你懂吗？奶茶品，然后大家都一锅蜂的涌入去做奶茶，对，可是到最后是不是真的 sustainable？ 对，所以这个点必须要留意了。第3点是我觉得你的产品必须要有足够的独特性对，你可以是最便宜，你可以比如说标榜自己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当 customer 问你东西的时候，你产品有什么不一样啊？你必须要有一个理由来去说服人家为什么要买你产品咯。比如说你可以讲，举个例子你可以讲我是全马来西亚最便宜的最低价位的零食，没有之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相反，我是全马来西亚最贵的产品，没有人会比我更贵，也是一个卖点。第3可能是我的包装设计足够特别，市场上没有这样一个东西，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卖点。对，总之就是你需要有一个话题，需要有一个 USP 来说服不只是你的消费者 but also 你的潜在的顾客们，为什么 give them a reason to why to buy you, why to try your products。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啦。就是除了要有话题，要有一个点是让想到就想到你了。对，就比如拿我们来做一个例子好了。咸蛋我们是有几个 USP 咯。第一个是我们是第一个全马第一家使用波浪形薯片的咸蛋薯片。因为可能大家科普一下了之前可能是在市场上所有的咸蛋薯片都是用我们称之为 flat cut 平面的 chips，没有做过波浪形，那我们就是第一家咯。对，纳斯玛我们也是全马第一家推出纳斯玛口味的薯片，我们也是全马第一家加入这种将鱼仔花生进去的零食。对，所以就有个特点去跟你的 customer 沟通，所以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了。对，就是吃到我想要跟我朋友讲，你有吃过吗？那是吗？有一个话题对，有个话题咯。这样Vincent，这样从你创业到现在一路走来，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别人给你的建议是对你有这个深远的一个影响的吗？其实这一路走来了，我遇到过很多的贵人，他们都给了我很多的宝贵的意见了。不过说到印象最深刻的啦，我可以想起就是我跟妈咪的老板的一个对话。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保持一个蛮友好的关系了，所以他也很愿意的去，虽然我们是 competitor technically 的我们都做薯片的 but 他都很愿意的去分享，去提拔，去分享他资源给我。所以我很清楚是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讲 Vincent you know you need to have 因为他是跟我讲英文的，OK， so 他就跟我讲Vincent I think you need to have a differentiation in terms of your product, what you're trying to sell, you know. Maybe what you can do is that, you know, you can be the Irvings of Malaysia, or you can be a really, you know, salted egg specialist in Malaysia, okay? Or maybe you can be a premium, you want to position yourself as a premium price-oriented salted egg chips, you know. But you need to stand something 啦 you know. 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定位在那边咯。所以这也引发到我去思考到底我们产品的定位是什么，我们产品其实代表的是什么。所以这也造就了我们过后的一些 strategy 的调整，这样子。所以是非常感谢妈咪老板的。很好啊。对对对，就我很庆幸是在这一路上我都遇到蛮多贵人，他们都很愿意的去跟我去分享他们的意见，这样子啦。Vincent 想要问你一下，如果啦，今天我们假设，如果你可以回到5年前啊，去告诉当时的 Vincent 一个关于生意的认知，你会告诉自己什么东西呢？透过我这几年的学习啦，我觉得我希望那时候的我可以清楚知道2样事情。第一个是 always allocate extra budget for 你的 business， 你的启动资金。对，因为就是之前我跟你分享嘛，我预算到刚刚好而已 ，but then 产品出了问题，产品 quality 出了问题，所以那边我们就烧了很多钱，造就导致到我们过后的那个资金现金流啊，就出现了一些比较紧张的情况，这样子。对，所以这是第一点呢。You always have to allocate extra budget 啦 for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啊。第二点就是 cash flow management， 真的非常重要，现金流的管理啦。对，可能 F&B 行业有点不一样，因为 F&B 都是收现金的。但对于我们这种行业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卖给 Aeon， 我们卖给 Jaigrocer 这些大的零售的那些 bosses 啊，一般上都是给 terms 的。都是给credit terms 的，都不是收现金的。So 可是你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你跟你的原材料的生产家的 terms 是很短的哦。比如说 supplier 给你的 terms 是7天、14天 ，retailer 那边你要放他60天的账。对，所以你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这边我钱都还没有收，我要还钱给他们了。不简单啊！是，所以这个 cash flow management 管理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学习。所以目前为止，我们也是在学习这了。对，所以我希望就是，如果我有机会回到去5年前的我一定会告诉我自己，真的要学好来，或者是，你跟你的 supplier 能够一个比较好的 terms， 可能可以放比较长的账，然后这边 retailer 你的顾客那边。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去能够一个比较短的账期这样子。如果是说你需要给多一点的利润，他们可以比较快的还你钱的话 ，go for it。对，因为 ultimately cash is king。你要有钱去运作去周转，你的生意才可以得以生存。No point， 我赚很多钱，但我的钱是1年后才收回来的，没有意思这样子。但你不是一直拿 loan， 一直帮钱进去给公司，对吗？是。这样是能叫我们看了哈，这样现在啊，其实也是有很多00后也是开始进入职场。是这样，在你的角度看啊，你认为00后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吗？其实00后我觉得啦，他们在这3个方面啊，他们是比起其他年代都蛮突出的。第一点是他们年轻哦，有活力有干劲，OK， 这大家是认同的。第二点就是他们很多很创新的 idea， not just in terms of product, but in terms of how do we work, how do we do things。 对，可能就是因为我记得Bill Gates 讲过一句话，蛮深刻一下，就是 always hire lazy people. Why? Because they always find the most efficient way, the fastest ways to complete the job. 对，那我觉得可能年轻人00后了，他们一般上都
都比较有创意，他们都会时刻去思考，诶，到底这个 job scope 我怎么样可以用以最快的方式，又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OK， 我觉得这方面他们是做得挺不错的。第三是他们很勇敢的去表达他们的想法那一些，对对对，而且说这是这三方面哦。那我觉得正好是这三方面呢，你要创业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具有这三方面特色，我觉得是蛮不错一下的。是。可能因为我们这样看的是00后，我们在工作上，比如说他不会好像我们这些90后啊、80后啊，可能会有一些局限，有一些 frame 被框着。00后他们就天马行空，完全不会被拘束。好像刚才Vincent你提到，可能他会找到一个方法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可能你原本以为可以这样做事情的咩？然后不大对这样的其实可能就是跳脱出来了，他就可以帮你看到对对不一样的东西。是，所以我觉得啦，我们这些比较80年、90年，甚至是比较更早期的创业者，我们都必须要保持着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去接受这些新的 idea。OK， 可能我们在经验上我们比较占有优势，但不代表他们所提起、他们所 propose 的方案是不可行的。我永远都是，就算是我对我的同事们啊，我都灌输给他们一个观念，就是 never try, never know。对，你还没有试过，你永远不知道 work 不 work 的。你试了不 work，OK， 我甘心。可是不要跟我讲，你还没有去试，你就跟我讲不行，这态度我觉得我比较不喜欢这种态度了啊。对，我们比较不鼓励这种态度咯，在我们的工作范围里面。这样意思，你提到这一点的话，这样平时如果你在 hiring 你在请人的时候，其实你会最重要的一个品质是怎样的呢？其实我们是这样子的，可能一般上呢，普通的公司，他们一般上都会比较注重2样东西。第一个是 academic qualification， 你的纸面上的 qualification 可能你需要有个 degree， 有个 master 这样子。第二点是可能他们会看你的工作经验，到底你有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可是我的角度就有点不一样，我觉得我比较会看重2样东西。第一个是你的人品好不好，第二点是你的工作态度如何，你是否有一种上进心。对，为什么我讲人品的关系呢？是可能他非常有才华，非常有工作能力很强，but 可能他融入不到这个圈子，他跟我的其他同事融入不到，他是个 lone ranger， 这样就造就了可能我的我整个那个 productivity 被给他拖下来了。OK， 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是，如果他人品不好的话，他可能会灌输一些比较 toxic 的思维跟 culture 进去公司，那导致到我的本来一个原本很和谐的文化可能会被他影响到，对不对？或者是他会影响到我的同事。再不然的话，比如说 sales 可能有些生意他们是 salesman 他们是收 cash 的，跟 customer 收 cash 的。如果人品不好的话，他可能他卖东西给 customer 钱，他就放进他自己荷包，他就没有上账给公司。对，这就是我担心的点咯。然后第二点是那个工作态度。对于我来说，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有没有 skill set 都无所谓，甚至是你是个刚出来 SPM 的，辍学的都好，都没关系，只要你有这个上进心，只要你工作态度端正 positive， 我们这边是 you can acquire skill sets， 你可以培养这些 skill set 的。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跟 training， 他一样可以做得非常好。我们公司里面其实有一大部分的员工，他们都是对 production 对其他的相关部门，他们都是没有经验的，零。对，因为他们工作态度良好，他们有这种上进心，所以我们也很愿意给予他们机会去培养他们，去让他们去学习。对，So by the way， 我们公司也是在做这一个 recruitment drive， 我们也是在聘请人。So 如果
有任何的00后，他们觉得想要尝试下在一个临时公司工作的话，欢迎可以 send resume 给我们。OK， 然后放一个联系方式。OK。这样Vincent啊，展望未来了，是接下来5年，你觉得你对CantonLab你有什么计划或者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就好像我之前所提起的，我们有这个亲信，可以跟一些品牌合作，比如说 T-Life， 比如说 7-Eleven， 这策略我们当然也会维持这样的策略，我们也希望可以跟一些，我们其实也是在 explore 着跟一些品牌合作，对，目前呢，来 create 一些 excitement to the market，第一是 create excitement 呢，那第二也是希望说可以透过他们的平台，他们知名度来提高我们品牌的公信力跟知名度了。对，因为毕竟我们老实说也是还蛮新还蛮小的，所以我们还是会一样去贯彻这个 strategy 啊，去用这 strategy 去 grow 我们的 online presence， 去 grow 我们品牌知名度。第二点是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我们在 Malaysia 我们的那个铺货都还蛮不错，这样可能就是可以跟大家透露下，小小透露一下，我们的产品我们也刚刚进了这个 Mr. DIY 了所以你可以在未来的1-2个月内可以看到我们产品了，对，所以在马来西亚我们可以进军的渠道，我们都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进完了的，所以展望未来，我们希望是说可以冲出海外了 ，Beyond Malaysia。所以接下来我们都会比较积极的去参加一些海外的 exhibition expo 这样子，希望可以将我们产品呢带去他们的国家，对，把本土的那些人嘛发扬光大，对，把本土的马来西亚文化那是嘛去 export 给国外这样子的。这样 Vincent 就我们马来西亚，刚才你提到就马来西亚的一个大环境来说了，你认为有哪一些缺口是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他们要去创业，他们可以去往这方面去探索的吗？我觉得其实机会到处都有啦，我还是回到那一句话咯，就是你产品必须要有足够的辨识度跟独特性，只要你产品有足够的辨识度跟独特性的话，那我相信是可以做得到的，对。这样Vincent在你的角度来说，你会怎样去看待马来西亚的前景？你认为马来西亚有怎样的一个独特的优势吗？我觉得马来西亚目前正在经历着一个 transition period， 他们在转型着一个周期， so 我是蛮看好马来西亚，如果你问我的话，当然这几年或许大家都会比较痛苦一点， but 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过后，我们的经济会比较好，然后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最大优势，当然大家都知道了，我们是一个我们有3大种族嘛，我们有我们的友族，我们有我们的华人同胞跟我们的印度同胞，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的语言能力其实是很强的。我们像比如说我来说，我会普通话，我会广东话，我会英语，我会马来文，所以我们有这方面优势哦。就你找事不会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去到新加坡也好，你去到香港也好，你会讲广东话，你可以去香港；如果你会福建话，你可以去台湾，你可以去福建这样子。对，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了。所以我奉劝年轻人呐，如果可以的话，多学习几种语言，不要只是学。当然母语你可以学，英文你可以学，可是如果你有这个条件的话，去学习多一个语言。你在家里跟父母是讲福建话的，或者是你跟你的外婆啊、你公公是讲福建话，讲多一点。尤其是生意人，我跟你讲，他们很喜欢讲福建话的，大部分的生意人都是福建人，所以当你学会，你可以用福建话跟他们沟通话，他们会有一种额外的亲切感，那就会对你的生意上会比较顺一点哦。对，我希望我会福建话，可是我不会，我在学习当中，要认识多一些槟城朋友。对，要像槟城多一点。OK， 那么
最后啦，医生，是对于一些可能现在正在职业当中或者在事业当中，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年轻人啊，他们可能在想着他们在做着一些人生重要的抉择。江医生，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毕竟我也曾经经历过这个阶段啦。我想的是 ，it's okay if 你对前景你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想法 ，it's okay， 大家都会有迷茫的时候的 ，OK。But then 我觉得直觉很重要，相信你心里讲的话。那时候我也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不懂我该继续在我现有的公司工作，慢慢爬上去，还是说我自己出来创业。对。可是当时候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声音，他就告诉我，出来创业啦，你自己本身你也是想出来创业的，你也年轻嘛，创业啦，真的是他说不行的话，再从头来过咯，回去公司工作咯，回去外面工作咯，这样子咯，对，没有什么好损失。所以当时我就听取了我的心里那段声音，就鼓起勇气去创业了。对，所以你问我 as 一个过来人身份呢，我觉得没关系，迷茫的话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沉淀，去消化，然后听下你心里的一段声音，看他到底要做什么。我相信他会给你一段，虽然是抽象点，但真的是会给你一个答案的。